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人到50岁，身体机能退化，器官组织都会走向衰老，这时候很容易出现身体疾病。而在这些疾病中，老年痴呆又是比较突出的。因为跟其他疾病不一样的是，老年痴呆患者主要表现出记忆力的不断衰退，进而丧失语言能力、空间判断能力、基本认知能力，到最后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，时刻需要家人的照顾，不仅影响自己身体健康，还拖垮了亲人。而对于老年痴呆的诱因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论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饮食不当、生活习惯不好、周围的环境恶劣，人的大脑神经会受到损伤，罹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会增加。所以，预防老年痴呆，一定要合理饮食，避开伤脑食物。医生直言，不想被老年痴呆缠上，餐桌上4种伤脑食物，50岁后要少吃。1. 皮蛋，伤脑武器，铅。松花蛋又叫皮蛋，经常会出现在宴席上，呈现深黄色或者是墨绿色，沾上醋，有种特别的味道。但是这样的食物是不建议经常吃的。传统皮蛋的制作是用盐、纯碱、石灰、氧化铅等将鸭蛋包裹腌制而成，所以其中会含有大量的铅。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，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巨大，主要损害神经系统，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思维缓慢。对于年过半百的老人，容易伤害大脑细胞，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但近年来，国家也规定了，皮蛋的铅含量要低于 0.5 毫克每千克，所以大家要记得买正规厂家的皮蛋。2. 油条、油饼、粉丝、凉粉，伤脑武器，铝。油条与油饼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。大家知道，油条之所以蓬松中空，主要由于添加的蓬松剂。传统上油条中使用的蓬松剂有2类，北方油条通常用明矾配纯碱，广式油条通常用臭粉。前者虽然口感好，但是会在油条中残留一定的铝，长期食用或摄食过量，可能会导致慢性铝中毒，伤害神经系统，造成智力退化，大脑反应变慢。明矾作为食品添加剂，我们国家是允许使用的，但对铝残留量只有一个小于等于100毫克每千克的限量，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硬性限量，说的是按生产需要适量添加。而一般早点摊小商户则多凭经验用手抓取估摸用量，并不准确，一不小心就容易过量。而与之类似的是，一些厂家在制作凉粉与粉丝的过程中，也会在其中添加明矾。3. 罐头食品，伤脑武器，添加剂加盐。很多无良厂商生产的罐头食品，往往会加入一些色素、调味剂等，或使用较多的盐，其中防腐剂会影响行为及大脑认知能力，而长时间食用高盐食物则会加速认知能力的退化。4. 含咖啡因的饮料及食物，伤脑武器，咖啡因。大量喝咖啡或食用含有咖啡因的食物，往往会扰乱正常的休息时间，并使人受到一些情绪上的负面影响。适当的咖啡饮用量大概是每天2杯，一旦人们在短时间喝超过5杯咖啡的量，就会出现焦躁、兴奋、无法入睡的情况。50岁以后，松花蛋这样的含铅食物、饼干、蛋糕这样的高糖食物尽量少吃。另外，街边的油条、咸菜等腌制食品也尽量少吃。平时适量吃点核桃、鱼肉、瓜子、芝麻等，补充不饱和脂肪酸、多种微量元素，保证大脑营养。同时，老年人在生活中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，补充维生素。50岁以后，保持大脑活力，避开伤脑食食物，多给大脑吃点好东西。很多人都认为核桃是补脑的模范食物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虽然核桃形似大脑，且其中的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确实有益脑的作用，但这种脂肪酸在很多坚果里都有，并非是核桃的专利。
所以核桃补脑的效果其实也就那样。今天就推荐几种真正健脑的营养元素食物，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。增强大脑记忆力，卵磷脂。卵磷脂，它与蛋白质、维生素并列为第3营养素。这种物质可更新受损、老化细胞，增强大脑记忆力、注意力和思考力，对大脑的正常运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补充卵磷脂推荐食物：鸡蛋。卵磷脂又被称为蛋黄素，就是因为这种物质在蛋黄当中大量存在，所以补充卵磷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鸡蛋、吃蛋黄。蛋黄简直可以堪称补脑高手，富含非常多的卵磷脂。一般人群可以一天吃1个全蛋，若担心胆固醇的问题，可以一天吃半颗蛋黄。其他富含卵磷脂的食物有花生、大豆、海带、动物肝脏等。保护认知能力，叶酸。研究显示，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特别高时，发生痴呆的机会明显增加。而同型半胱氨酸在代谢过程中有个克星，就是叶酸。叶酸能够清除同型半胱氨酸，还可促进大脑神经发育和修复，提高机体免疫力。且叶酸也属于水溶性维生素，在体内流失较快，所以需常常补充。补充叶酸推荐食物：橘子。橘子、草莓、菠萝、胡萝卜、猕猴桃、西兰花、燕麦中都含有丰富的叶酸。另外，深色蔬菜几乎都含有丰富的叶酸，比如苋菜、奶白菜、茼蒿、油菜等。增加脑细胞流动性，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脂肪酸，它能够增加神经细胞细胞膜的流动性，抗击体内的炎症反应，减少异常蛋白的沉积，降低早老性痴呆的发生概率。补充 Omega-3 脂肪酸推荐：深海鱼、三文鱼、青鱼、金枪鱼、大马哈鱼中都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。每人每周食用2至3次深海鱼，每次食用半两左右即可满足人体需求。50岁以后，除了饮食要注意，生活上也要避开2个伤脑的习惯。第一，想得太多，影响睡眠。人过了50岁以后，身上的担子说重不重，说轻也不轻。可能有的人子女毕业了，走进了社会，没有了供学辅导的压力。但是子女不在身边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些想念，担心他们吃得不好，睡得不习惯等等。家里的老人年纪可能也越来越大，身体毛病也变得多了，还会想哪里的医生比较好，要吃哪种药之类的。生活琐事会加重他们的思想负担，而经常处在紧张高压的情绪中，他们会失眠，进而影响大脑的休息，长此以往容易降低脑功能，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第二，不爱社交，不爱动脑，沉默寡言。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比较沉闷，不喜欢说话，也不喜欢去广场跟同龄人交流，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，静静发呆。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常常唉声叹气，不去想办法解决，这样也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大脑不运动也会生锈，用进废退，这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这种情况下。所以老年朋友应该走出家门，尝试社交，融入群体，积极动脑，锻炼大脑功能。